Hello， 芒果 TV 电视端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紫砂，在《良辰美景》中饰演的是陈三爷，非常开心又见面了，谢谢。沉着冷静，温柔似水，是一个心思缜密，有责任有担当，又孝顺，温柔，体贴，哇，太完美了，这个人真的。对，他这3个字太少了，30个我都可能就都多。对，相似度那挺少的，我觉得太优秀了，陈三爷真的。如果非要说一个的话，可能我对我的家人也挺孝顺的，对这方面可能是有点像。其他的，我觉得他太多东西值得我去学习了，就是他的这个文方面也好，武方面也好，对待爱情也好，还是各方面，对。那我穿越到他的身上，是我紫砂的意识是吗？那我应该是随缘的一个状态，对，因为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怎么说？对我来说的话，可能会太累了。到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工作、事业比任何都重要，就先把工作做好，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对，应该是随缘的一个状态。但是也说不定，就是到了那个时刻，该抢还是得抢，该争还是得争。这个角色其实跟我之前，跟我以往所饰演过的也都挺不一样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然后，但是又会武功，那你这个该怎么去表现？我不能像之前演过的一些角色，就是特别外放，特别就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去演，因为他还是一个文臣嘛，而且在朝堂之上，要这个在暗中搅动风云，舌战群儒，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大部分都是收着演的，所以这个感觉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不太自在，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其实。我静的时候其实也挺静的，但是动起来，你看我打拳啊、骑马这些也都是比较放的这个感觉，所以走路啊，或者是说话呀，他那个手势怎么拿，其实都是收着。对，但你慢慢去进入到他角色之后，这个体验给你带来了一种特别沉的一种气质，一种感觉。成功的男主，其实每一个成功的男主也不太一样吧。就像你咱们当代人是吧？每一个成功的人，其实他的背景、他的经历、他的这个成长的轨迹，可能也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像三爷这样子的，他不成功谁成功？对不对？那么年轻就是探花郎，是吧？就是整个京城这么优秀的这样子，还会武功，然后家庭也是充满了爱，然后到了他。长大以后，其实都不是长大，他从小就对自己的这个弟弟妹妹们特别的照顾，特别的有这种责任心，然后到了对自己的爱情也是，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首先得有才，有能力，有孝顺心，有责任，有担当，对爱人又是这么的体贴温柔，这样的人，你说他不成功谁成功？对，我觉得都是就是可望不可及的那种人物。确实我们是挺有缘分的，再有机会的话，看老板们，对，看老板们想让我们搭什么，其实演员嘛，去塑造，而且我现在也不给自己设限，说必须要演哪一种类型的角色，看剧本，看角色。我开心，我们2个天天开心。其实我是那种慢热型的，就是 I 人嘛，但是也合作了几次了，然后跟他在一块儿呢。就是笑点特别低，我们2个都变得笑点特别低，有个什么话都能够说的哈哈大笑的那种，所以在片场真的是很欢乐。当然这也是我觉得去演戏的时候互相信任的一个体现，一个默契。我们合作是非常就是有缘分，然后在合作起来，在角色上我们真的也是非常开心和顺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对象。良辰美景是一部很甜、很美、很帅，里面有很多
有看点的东西，应该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希望你们去支持哦，耶、Hello， 芒果 TV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紫砂，在《良辰美景》中饰演的是陈三爷，非常开心又见面了，嗨。陈彦允是一个文武双全、儒雅温柔，是一个权臣，然后呢功夫也高，但是对自己的爱人又很温柔的这么一个人。他身上有太多的点是让我很欣赏，比如说那么有才，功夫又高，是个文武双全，然后对自己的家里也很孝顺，又很负责任，对自己的爱人顾景生，你看是吧，这么温柔。我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说？他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对爱情又是很专一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这些品质都是特别难得的。他们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类型，一个是武将嘛，一个是文臣。那虽然陈三爷也会武功啊，但是他们两个的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那我自己去处理的时候，比如说他的一些走路的姿态啊，他的一些说话的感觉，我都有去处理。那陆家学可能是比较着急的，然后比较走起路来也是那种有点像是带风似的。但是，三爷的话，更多的是他是一个比较稳，就是稳，然后是比较儒雅的、温柔的，说话也是比较慢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他们两个其实从形体和语速上就已经能感觉到他们是有区别的。当然了，性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类型。对，一个是对这个是吧，对爱情比较执念，一个是对爱情还是挺温柔的，然后又去勇敢的去追求，最后也是还是得到了这个圆满的结局。所以平时走路啊、说话呀、对人的态度啊、眼神都跟陆火是不一样的。大家如果到时候也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如果我是女主，那毋庸置疑是三爷呀，对不对？有才，文武双全，然后呢又温柔体贴，是不是？还能骑马射箭，哎呀，你说这样的三爷到哪儿去找？是不是？肯定是三爷。独门绝技，那其实独门绝技肯定是真心了，真心了。对，当然了，我这个其他的三爷的其他的一些技能，你说耍剑也好，这个骑马也好，射箭也好，琴棋书画，他都可以展示一下。三爷就是剑是怎么那是有剑吗？这个是真刀吗？天哪，这个场合也不太好耍吧？这而且还是真的。这是真的，是不是？这些呢，回头慢慢给你展示啊，照角。这最后这个是完全是想象啊，想象。对，其实还是感谢大家对我这个所谓的眼神戏的认可。对，但是随便弄一下，那我挺想跟招姐互换一下的，就是在他的视角里面是怎么看待三爷对他的那种感觉，是吧？特别是一开始就是互相拉扯的那段时期，对我还挺想感受一下。在他的世界里面过一天。说实话，咱这个戏我都一次都没出去过，就是因为每天都排满了，所以没出去过。我生日那天大家一起聚了一下。平时的话，但是如果你非要出去的话，可能会唱个 K 放松一下。那我自己其实就是打拳，运动了，对。最近的人算是招姐算了吧，就我觉得我们这年轻的，就是我们这年轻的这些主演们都好像还挺哀的感觉，对，最哀的我算吗？
哦，那确实是没时间去，大家一起去一个场合里面，我都在自己在家里练，但是跟玄清其实有约过，但没有达成，因为我每天都真的是排满了。最佳旅游搭子可能是招姐。其实我们平时在聊天的时候也，分享过在云南哪个地方好啊，贵州哪个地方好啊什么，他也好像挺爱旅游的。对，笑点最低，我觉得招姐我们两个都算，我们两个在一块的话，基本上都是说个什么话都会笑的那种。镜头，招姐儿，我也算，我觉得我很努力的在调动气氛，在现场有的时候，然后对，其实招姐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流动的艺人嘛，算是，就是大家差不多熟悉之后，其实我是很艺的那种。那其实跟招姐也合作了好几次了嘛，所以跟他就是已经很熟悉了，大家有一些默契，在现场的时候我们都很欢乐，说个话题，说个什么，我们都是那种很快乐的那种快乐的那种感觉，对，我们都其实相处的挺不错的，也很开心的合作，对，呀，被我抓住了吧？你们两个又背着我偷偷在那里说悄悄话。你不上班怎么过来了？我是今天小主持人呀。陈毅呢？好烦啊！他们两个好烦啊！自己说悄悄话背着我，还问我诚意。好好看，今天穿的。来展示一下你的大马尾。我的大马尾。穿一块了，好了。哎呀，正事儿来了，这个是我们忙着剧探班给2位准备的夏日小礼物。怎么还有礼物啊？那当然了，我们剧组好贴心的呢。哇哦！然后我手上呢，这有2张卡，分别是超强心脏派和超绝不内耗。你们两个认为自己是哪一个？我看你们两个猜的，我们俩应该都是超绝不内耗。超绝不内耗那肯定是招姐。超绝不内耗。为什么？为什么说是这个是招姐？因为招姐在我心中就是一个非常可爱、开朗、阳光，就是有啥说啥就直接说的这么一个女孩，所以这点就是特别的吸引我。陈三爷这个每天大脑里面思考这些个是吧朝堂之上的一些烦心事儿，就吸引我。所以你是不是每天都内心暗爽？是的，导致我得有一个超级强的这个心脏。对。你觉得为什么陈三爷是超强心脏派？因为他正常来说他应该是容易吃醋的，但是他其实表现的还是很大度的，对吧？男人哭吧哭吧不是，内心已经哭100回了。今天拍戏当中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每天都很有趣啊。对啊。虽然我们是抵制路透的，但是我们的路透确实帮我们宣传了一下，非常有趣，每天搞笑。对，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都说我是一个流动的 I 人，就是遇到熟悉的人，或者是遇到一些气场比较合的人的时候，我就会可以变成 E。那其实我觉得招起来就是这样子，我们每天在现场的时候其实特别欢乐，就我记得刚进组的时候，刚见面认识，然后大家就是有制片人，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说好了他是 I 人的，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谎言。后面他E到我都挨了，是吧？跳舞跳的比我还好，超级会扭，一会儿给大家表演一个。对，就是跟招姐在一起，就是欢乐的，真的现场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几次合作之后的怎么说，就是虽然之前我们没有太多的交流，都沉浸在自己的角色里面，但是之前比较害羞，我们都还比较害羞。对，也是一种默契或者是互相的之间的一种信任嘛。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互动的时候，笑点就变得特别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所以对视比较容易笑。对，我们关系挺好，对，然后希望大家好好关注我们所饰演的角色，支持这部剧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持。那既然我们的招姐跟三爷关系这么好，这么有默契的话，那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来测试一下他们的默契是不是如同他们口中所说的这样。你们准备好了吗？好，来。这个游戏是叫每人只能说1个字儿，然后要组成一个3个字的水果。从招姐开始吧，比如说那个青苹果，就这个意思。我们就玩1局啊。绿色。什么东西啊？
什么意思？绿色。说水果是吗？对三个字要组成一个字。好，从头开始。绿苹果。绿苹果是什么？因为我说实话，我没太懂这个游戏的这个规则。对，我们的游戏我们默契都用在戏上了。真的。没事，我们用拍立得来见证一下你们两个的默契啊。绿什么？绿什么？就是我没懂游戏的意思。我说绿，你说葡，我说桃，然后这样绿葡萄，对，没关系。葡萄不都是？我们还有机会去证明你们两个的默契。我们来拍一个那个《疯狂动物城》里面的兔子警官跟小狐狸的3个表情包，好不好？